讲大白话，就是当你躺着就能赚到的钱大于你总共花出去的钱的话，那我们就能每天躺着也能活下去了。Hello，大家好，我是建平。我是艾拉。我想财富自由应该是每个人的梦想。目前对于财富自由最普遍的定义就是，当你的被动收入大于你的支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钱而工作，安心退休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欢迎你先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每周会用10分钟的时间来介绍投资理财的思维，让你轻轻松松学会富人的行为模式。被动收入最具代表性的来源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定期定额投资股票所收取的股利或者是股息。这个方法呢，开始广为人知的时候，应该是1992年开始的 FIRE 运动。FIRE 呢，就是4个英文单词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的缩写。那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财富自由，提早退休。他们的办法就是省吃俭用，然后存下1半以上的工资，全部定期定额买指数型的 ETF， 并且事先规划好自己退休之后的每年的支出。只要这些积累起来的钱用来买 ETF， 而且每年的收益大于你预计的每年的支出，你就可以安心的炒老板的鱿鱼，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享受自己的人生吧。第2种被动收入呢，来源就是当包租公或者包租婆了。这个办法也很好理解，就是你的房租每年收入可以大于支出就可以。但是呢，对大部分人来说，要先买一间自己住的房子都有点遥不可及，还要买第2间来出租，除非是父母留给你才有可能，这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里面了。接下来我会对财富公式里面所采取的方法来进行讨论。这个方法概念虽然简单，但是整个假设有很多的陷阱。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的解释。财富自由有几个关键的数字。第一个是你预计退休之后1年到底要花多少钱。我们预计50岁的时候可以达到这个财富自由的目标。如果你觉得这个年纪要过上有品质的生活，房租1个月算2000，生活费1天100块钱，1个月算3000块钱，再加上偶尔出去旅行一下，或者买个手机之类的，1个月吃喝玩乐8000块钱应该是不为过的吧。1年12个月就需要9.6万，再拿出2万块钱来当做应急的支出资金，那这样1年之后大概要花12万块钱，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第二 ，ETF 的年化回报呢，大概是在6%左右。那这就代表了你退休后每年可以从 ETF 总资产获得的收益。第三，你要存多少钱才能够得到每年12万的被动收入呢？用12万除以6%就得到200万。意思是如果你在 ETF 账户的账户里面看到了200万，这个数字就算成功达成。只要你1年不要从这个账户花的钱超过12万，那这个账户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你提供现金流，你就可以安心退休了。第4个就是预计多少年可以存到这个数字。财富自由的人通常目标是花10年到20年之间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所以他们会鼓励大家越早开始存钱越好。如果25岁的时候开始这件事情，这一切顺利的话，45岁就可以实现退休了。这真是一个超级棒的想法。但是真的有这么简单呢？其实这个方法有很多的陷阱。第一，高估未来的投资报酬率了。大家可以去查查我们中国 A 股最大的指数基金上证50 ETF 从2005年成立到现在的年化报酬率大概是5%左右，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但是投资最大的误区之一就是拿之前的绩效来预估往后的绩效。虽然说最近股市总体是向上的，但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第二个低估存到这个数字的时间。如果把200万当做目标，大概多久你才能存到这个数字呢？假设你就是领工资的普通工薪阶族，那么我们用年薪20万来计算。如果你几乎牺牲掉所有的娱乐，省吃俭用的状态下，1个月能存1万块钱，
我觉得已经是超强了。那么你需要17年，你才能存到200万，实现你的目标。如果稍微控制不住，多花一点，那么这个时间就会延长很多。第三，低估了退休后的花费，这是财务自由最大的陷阱了，因为你完全忽略了通货膨胀。如果每年以 2.5% 的通货膨胀来算，那20年后要过上跟现在一样的生活品质必须要乘以 1.6 倍。也就是如果你现在觉得要过上理想中的退休生活要花12万的话，那20年以后这个数字大约会是在20万左右。那么你要存的目标数字不是200万，而是330万。第四个就是没有考虑到人生的重大事件。如果人一旦发生意外，就算你的保险都买好了，不会发生太多的额外的支出，但是这段时间你就不能工作了。没了工作，那么你只能从这个账户里面取钱出来，这一来一往就会让整个计划不进反退。而且这只是考虑一个人的情况，如果你还找到了一个可以一辈子牵手走下去的另外一半，也很幸运有了孩子，那么就要重新计算你的支出了。相信我，那个数字比你想象中要多得多。如果这时候你决定还要买个房子，让家人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家，那么整个计划基本上就泡汤了。第五，没有考虑到人性。假如说你真的存到这笔钱也退休了，如果再来一次金融海啸，让你的账户净值一下子减半，你会不会心慌？如果你看到同年纪的朋友不但事业有成，在社会上也有更大的影响力，还能过上比你好很多的生活，你会不会羡慕嫉妒？如果你意识你未来的收入竟然不是主动的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被动的随着大环境上上下下，你的心里会不会不踏实？而内心不踏实呢，就真的很容易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去乱投资，或者被诈骗集团给骗了。这时候钱没了就算了，更惨的是你早就失去了赚钱的能力。综合以上的5点，我认为财务自由的策略真的很难成功，就算一时间达成了目标，也很难维持下去。那么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可以大概率的实现财务自由，而且不会太痛苦呢？我们知道投资是最重要获得财富自由的方式，因为只有投资可以实现指数级的增长。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一种工作也可以实现指数增长，而不是每个月光靠固定的死工资呢？下面我就来介绍一下自己版本的财务自由的公式。除了靠被动的 ETF 收入之外，我们要利用现在短视频等新媒体的优势，创建自己的个人品牌，让自己的事业也实现指数型的增长。先来看这张图，横轴是我们的年纪，纵轴是年收入。这条线俗称是打工仔的年收入走势图。就一般的工薪阶族来说年薪30万左右就应该顶天了，除非你有非常强大的能力，要不然这条线的成长幅度就会越来越小，最后趋近于停滞的状态。第二条线叫做投资，而且是定期定额无脑买 ETF。如果把每年的分红当做收入的话，虽然开始的数字会比薪水少很多，但只要时间一拉长它还是可以实现指数增长的。现在来看看第3条线，这条线能够实现更大增长的自己的事业。你会看到这条线的一开始几乎为零，而且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有可能是3年，也有可能是5年，收入才会慢慢的有点起色，一直到某个时间点，这个事业在市场上迎来了爆发之后，之前的积累就一下子爆发了，这时候这条线的走势就很像一根曲棍球棍。这是每位创业者都希望看到的一张图。但是我不是说你要辞掉所有的工作，然后专心来搞自己的事业，直接去创业追求这条曲线。注意到了吗？我这3条线都是并行的。再说一次千万别辞职创业，除非你家里有钱。因为你不知道做什么事情，甚至不知道要做多久才能找到这个转折点，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找到这个转折点。建立这份事业应该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断的试错，这时候我们就是要持续学习，把学到的付诸实践，并且借由数据来观察市场反应。如果找到了一个自己有兴趣、市场也接受的事情，
那下一个阶段就是系统化，我们要把这个事业主要的成分拆解出来，弄清楚所需要的时间跟资源，对整个事业的影响程度以及可能的瓶颈会在哪里，全部理清楚，开始慢慢把一些不一定要自己做的事情外包出去。如果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你就会很明显的看到曲棍球棒的那个转折点。这时候要做的事情就是扩张，用最少的资源来让生意成长。至于什么时候可以辞掉自己的工作来专心干自己的事业呢？我认为有几个时间节点。第一个就是你确认是一根坚挺的曲棍球棍，不会再软下来了，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考虑。再接着就是你的事业有稳定的收入，而且已经超过你的工作的收入了，这时候你可以开始盘点你的现金流跟存款，准备离职了。如果再保守一点，你可以等到你的事业收入已经明显的高于工资收入了，而且已经分身乏术的时候才离职。这个时间节点当然因人而异，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家庭的状况和你自己的风险接受程度来决定。这个事业不是要你创办一家年收入破亿、员工破百的大公司，是一个利用最少的资源，运用新世界的杠杆和自己的专业来提供服务或产品给需要你的客户的事业。这个事业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品牌，当然最好的品牌就是你自己。第二个，每周工作的时间不要超过20个小时，因为即使你再喜欢做这件事情，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也会崩溃的。第三，一定要善于利用这个世界的杠杆，记住了，除了劳动力和资本以外，编程和新媒体就是现在创业者一定要善于利用的杠杆，而且今年一定要再加上 AI 的工具。第四，工作几乎没有设定截止期限，这个期限通常是自己给的，而不是别人给的，这对自己的身心健康相当重要。第五呢，可以随心所欲放几个月的长假，现金流依然不会受到太多影响。当然，要达到这点之前呢，你必须先要把你自己的事业系统化，并且可以找到一位值得信任的 CEO 来把公司给管好。第六点也是最重要的，这件事情是能够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求的，帮助别人对整个人类是有贡献的。唯有如此这件事情才能让你做得开心，做得长久，做一辈子都能坚持继续做自己的热爱的事情，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既丰满又圆满。好了，如果你能从今天的视频中得到一点价值的话，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让他们跟你一起进步。我们创建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打开你的格局，打破你的贫穷思维。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看完有什么想法，记得评论区跟我分享。谢谢，拜拜。拜拜。